好，接下来关心川普对中国大陆露出底牌了吗？尤其今天关心到是贸易战打到现在打了8年的时间，竟然改跟中国在贸易上要用合作的关系，难道现在美国承认是打不倒中国了吗？G2时代真的来临了。那么另外是美国方面提出的700架的波音要来帮助中国大陆做 C919的升级，有可能美国正养出最强对手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其实呢，贸易战从2018年打到现在，被视为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一个中美的一个分水岭。原因其实回溯到今年5月份，当时的习川会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开始明显的放缓了。最新消息，中美双方甚至已经同意要成立的这个叫做贸易委员会，目的是要处理双边的贸易争端，并且涵盖的项目超过了3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的商品。企业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能够协助中美双方做企业的降税。那现在 Political 美国的媒体就做了一个报道，他认为说，川普从全面脱钩对中强硬，现在态度已经变成是，中美我们双方应该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做这种管理式的贸易。专家认为说，川普等于已经直接承认中国的超级强权，也默认了 G2， 也就是中美之间是互相平等，一起同承受的一个 G2 的格局。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没有想到是立刻遭到了中国大陆方面他给打脸。这一位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他是大陆的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他认为说，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川普所偏好的 G2 模式，强调说，这个中美不应该只由这种大国来共管，应该要追求人类生命命运的共同体才对。大家都是平等的，各国都是平等的。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贸易委员会成立，其实呢，最新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市井，他说，美国在1980年代就跟日本建立过类似的机制，当时的问题是，不但呢没有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反而害得美国它的本国的产业更加不好，而且推高了物价。所以他认为说，这一次同意的话，代表美方就会向中国去出售中国所需要的飞机引擎跟零组件，将有助于中国航空的发展。那确实，我们也来看到 C919 最需要的就是来自于美国的零组件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引擎了。而 C919 其实从营运到现在3年，其实发展的相当的不错，已经安全的载客率超过了500万的人次，飞到了23个城市。但是现在眼前其实还有面临3大挑战，也就是说，这3大挑战中国大陆必须要先可以解决才行。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供应链，还有它的这个生产量必须要提高。那大陆也说了，如果接下来供应链有望从美国这边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的话，每日的生产就可以达到10到15架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关键零组件我们刚刚提了吧，被美国给卡关了。未来美国是不是就可以提供大陆所需要的关键零组件，不管是这个引擎的部分吗？那来自于波音的 CEO 也说了，接下来中国可能采购700架的波音客机，换取的就是美国对他卖这一些引擎或者是零组件。最后一个问题是，大陆其实非常想要打进欧美的市场，但是现在呢，它的适航证仍然在欧美这边是卡关的，没有办法通过。最新呢，传出中国大陆靠着暗扣空巴的交机来对欧盟施压，认证 C919 的国产客机，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川普从贸易战打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贸易委员会，美国已经承认打不倒中国了吗？那舰长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那个G2哦，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些，以及以前我听那个王毅特别有讲过一段话哦，我对他讲话最大一个就是说，当老大一点都不好。因为他要负很多的责任，我们宁愿当一个追逐者。我觉得这是整个北京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政策。所以当有人说G2，他说我不是G2啊，你不要把我说成这样，好我要变成一个别人打的一个靶似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可能你可以看到C919好像做得非常的好啊，这样的很顺利，那应该有个好东西就能够去推到这个世界嘛。但其实商场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就讲飞机，我举例子给你听。
很久以来，这个全世界只有2个大公司可以，一个波音，一个空巴嘛，做这个大型航空公司。可是就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吗？加拿大就有一家叫 Bombardier 它是做小型的，所以他一直在做卖小型的时候，没有人理他。后来想说，我既然做小型，我为什么我也能做大型的啊？那我做大型的不就可以开多一个市场吗？他就自己去做研发了，然后研发到2016年的时候，他上市了。他一上市呢，达美航空当时立刻就订了125架，就他所有签证都过了。那所有人都在想说，哎呦，庞巴迪要站立这个，结果第一个是美国波音立刻控告反倾销税要加40%，对不对？你觉得40%好贵，对不对？美国政府说你太小看我们了，他给他抽了300%，他一架都卖不出去，没人敢买他的。结果你猜怎么样？他说这样子好了，你跟我们合并。那庞巴迪这个加拿大人，他是美国的亲兄弟啊。加拿大人想说，你就是你们空巴害我们的，打死我不跟你空巴签。我说对不起，波音签，美国的波音嘛害他的，他就跑到欧洲去跟空巴签。你知道空巴买了他51%的股权，51%的股权哦，你猜花了多少钱？1块钱美金。你觉得不可思议吧？如果你不卖，是不是？你这整个生产线全部要停掉，整个就是一个浪费。所以他为了要维持他49的还有一个价值在，所以他就卖了。然后卖了之后，这个空巴就变成 A220，就是现在的空巴 A220。卖到今天，他卖了1100架。然后卖了几年之后，空巴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你也只是一个49，你根本没有决定权呐，我给你一笔钱。”你退出去，他为了建立这条生产线，不晓得几十亿啊，最后空巴付了他6亿买断，整个生产线他都买走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美国的自己人，你知道？那你想想看，中国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他是这样，那中国他更要打，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商场，有你无我。我会尽一切的手段打你。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好像说很多东西遇到困难，因为中国够大，而且中国的内需也就够大，所以你很难把它打垮。但是美国改变的不是目标，还是要打你，但是他改变的是手段。他开始用刚刚你这说这个制度啦、联盟啦、这个高阶的这些什么技术啦卡你，让中国的崛起会更慢，成本付得更高。好，所以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大使，那大使有怎么看？刚刚说这个新的贸易委员会，这个等于是美国自己制定的制度，到底会对于接下来 C919的这个技术完成升级，还是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大使怎么看？其实我听过中国商飞高层说，就是说 C919采用外国零组件啊，尤其引擎哈，它是一种商业的考量，不是技术考量。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自制的引擎也已经有了，叫长江1000。事实上的话，它没有用的原因，就变成他希望这个 C919啊是一个联合国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个飞机卖出去，中国分到钱，美国也分到钱，欧洲也分到钱。所以飞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引擎嘛。那引擎的话，现在用的是美国跟法国合组公司的生产的引擎，叫 LEAP 啊 ，LEAP 引擎，这是美法合制的。所以我每卖一架 C919的话，美国也赚钱，法国也赚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得到你的适航证，因为这个市场别人不会让你进去的。你如果你开发的新飞机，你还抢我市场，对不起，美国、欧洲一起联合把你干掉。所以他一开始就让美国、欧洲的产品结合在这个飞机上。那它航电系统也是欧洲的，是因为德国跟美国的。然后呢，起落架也是德国的起落架。然后呢，所以有人说这个 C919大概自制率大概不到50%，不到50%。那中国方商飞的负责人我也是听他们在记者，他这是我们的行销考量，并不是中国不能做，因为中国可以做的证明就变成就是这个运20那个推力引擎推力绝对可以起飞 C919，那。这个飞机能不能在世界上变成跟这个空巴跟波音一样竞争，需要很长时间。他今天不飞，美国跟欧洲的适航证不发给你，不是只有美国市场飞不进去，而是外国飞机要飞美国市场，他也不会买你的 C919。新加坡航空他买你 C919，他的飞机飞不进美国，
或者929，他干嘛买你的飞机？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四航证很重要啊。欧盟又是一个整体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不得不已的妥协。那中国大陆这一次，事实上 C919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举国的力量，它有计划一步一步往前推。那这架飞机事实上它只能飞4000公里啊，它是属于城际间的所谓的载体客机。现在有宽体客机，宽体客机就是美国的787，波音787，波音777啊。欧盟的呢，欧洲的就是 A350啊 ，A350系列都是广体的，那要飞1万多公里啊！你今天要跨太平洋飞，你这个 C919飞不过去了。所以中国大陆是要靠 C929，929的话，大陆现在还没做出来。然后919的话，现在是已经在商飞阶段，对不起，全部是中国航空公司在飞，没有一家外国航空公司在买。那它要累积了它的安全系数、安全的记录，不是给你1-2年哦，你可能要花10几年哦。安全，没问题。然后呢，人家也不会挖坑给你跳。我用你美法合制的引擎，你再说我不好，不好是你引擎做不好。所以这个东西它就用了很多的策略在里面。那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大陆还没有 C919，现在我是不能说引进还没有了，还没生产啦。C929没出来 ，C919一年造不到100架，所以中国的民航还要大量依赖美国，要美国跟欧洲，所以川普说，大陆说500架，500架绝对可能啊，这次只是先买200架，别你讲话又不算话，我9月去了又让我难看，所以我那个9月再给你100架，然后到年底看看你表现不错，再给你100架，明年3月说很乖，再给你100架，凑500架嘛，就这样子啊。那每年中间，川普这个人说变就变啊，所以这个是拿住你。所以中国大陆对美国跟欧盟的这个飞机，它的依赖性，起码在未来的5年是不会消失的。那也这是中国大陆拿来跟欧盟跟美国打交道很重要的一个筹码。那美国说扣这个引擎技术哈，据我了解啦，我不晓得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怎么讲，美国是扣波音飞机引擎的，因为中国大陆大部分是很多航空公司用波音飞机的引擎，美国是扣波音飞机的引擎零件的，所以今天波音被害成这样，他怪美国政府啊。好，所以没错，我们看到这个 C919来自于这个包括了美国跟法国，它的这个零组件还有它的协同，也是中国大陆它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手段之一。为了拿到这个适航证，然后也可以把它的飞机迈向国际去做发展。同样的问题，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刚刚那个舰长说的那个庞巴迪的血泪故事哈，你就可以晓得民用航空这个领域里面，那个完全是垄断的，没错，那个别人进不来的啦，不是波音就是空巴，为什么？人家搞了几年，你知道吗？光是波音就搞了大概80年了，空巴也有60年，从战后就一直搞到现在。那你今天 C919很不错。一架不算小的载体，只有单走道的客机，现在可以飞到已经载了500万人，安全记录非常好看。你看，我记录给你看啊，我载了500万人，没有一次人命损失，给你看。来，欧洲航空总署以及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我资料都给你们看。好，我们看呢，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你营运到现在几年？3年。严格来讲，3年4个月，从2022年的12月开始到现在，3年4个月的那个的记录，你就以为可以当做我可以核发安全认证给你的吗？前人又走了多远？所以大家要晓得说，这一条路是很漫长的。可是中国一定要做，中国一定要走，为什么？因为这是接轨国际的，这跟军用的系统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商业飞行包含自己本身巨大的利益，以及跟我合作伙伴，刚刚那个大使已经有讲，很多国家只要跟我合作的话，你们也互蒙其利啊。我波音，我告诉你，我要买700架，我已经看到我未来的市场7000架都有啊。我跟你波音买700架，算什么啊？
可是你要让我的 C919过啊，对不对？不行，为什么？因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就看着这个飞机，就说我们至少还要经过数据分析、技术验证等等等等10几项啊，没有一架波音飞机不是经过这样来的。你的 C919，甚至后面的 C929、939都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因为人命关天，要多少年？最少10年。但这个经济的这种投资跟抗衡会不会实现？会，也许在某一天会达成。但这条路我再讲一遍，一定要走。可是现在在适航性方面，你是过不去的。还有最重要的引擎零组件，中国的技术，我再讲一遍，要10几年以后才能够真正达到商业引擎的标准。也许你能够做运20的引擎，可是商业引擎是要应付上万小时的那个测验的，所以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也期待未来就是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